Netflix 的资深架构师最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，数据库里的超大分区导致查询延迟飙升到了几秒钟。以往遇到这种宽分区，必须痛苦的手动重构数据模型，还要拉着业务方一起改代码。这次 Netflix 的基础设施团队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顽疾，针对 Apache、Cassandra、Fortran、PyE、Quay、Datto 重片才是 Cassandra、PyEX 开发了一套异步动态重分区方案。这套方案直接在底层实现自动化，不需要应用层做任何改动。上线后的实际效果非常惊人，读延迟直接从秒级降到了低2位数毫秒，哪怕是系统最棘手的尾部延迟，也被死死压在了大约200每秒左右。在分布式存储中，单个分区如果超过500万字节，就会变成宽分区灾难。这种超大分区在读取时会拖慢整个堆内存，导致线程严重排队，频繁触发查询超时，甚至拖垮整台服务器。Netflix 的做法是在读取路径上进行字节计数检测，一旦发现分区大小超标，就会触发异步拆分任务。拆分完成后，系统会利用元数据缓存和布隆过滤器，把后续的读取请求透明地路由到新分区。在具体的拆分过程中，后台任务会把几百兆字节的巨无霸分区重新切碎，切分后的目标密度会被严格控制在2广字节到10广字节之间，这也是 Cassandra 读写性能最舒适的黄金尺寸。为了在拆分过程中不丢失任何一条记录，系统采用了双写和校验和对比机制，通过逐段计算校验和来验证拆分前后的数据，确保新旧分区的内容绝对一致。不过这套方案在现阶段也有技术权衡，它目前在不可变的时间序列数据上效果最好。如果你的业务存在高频的数据更新，那么维护原数据缓存的开销就会变大，这也是研发团队目前正在攻关的方向。如果你是负责高并发数据架构的同行，这套方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路径。它证明了不需要逼着业务方重构代码，只靠底层的动态路由和异步治理，就能在运行中无痛消灭分布式存储的历史技术债务。